乌军大规模空袭莫斯科及多地，战火再度吸引全球目光。俄罗斯远东再爆大火，外贝加尔弹药库连续剧烈爆炸。乌军精准空袭俄军指挥部，击沉黑海舰队军舰。乌军多线反击，空军掌控战场节奏。法国确认交付第二批幻影2000，乌克兰航弹射程突破100公里。北约达成历史性共识，军费目标上调至 GDP 5%，设立追责俄罗斯特别法庭。以色列证实地面部队渗透伊朗，德黑兰承认最高将领死亡。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时隔一周，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境内多个地区发动远程攻击，其中莫斯科遭遇大规模空袭，成为焦点。据开源情报技术报道，当地时间6月26日深夜，乌克兰无人机突入莫斯科核心区域，俄军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但不久后，莫斯科上空仍闪现剧烈火光，多名目击者称听到连续爆炸声。现场视频显示，凌晨时分，远处升起黑烟，并伴随一道长长的烟柱划破天际。目前，俄方尚未就袭击作出正式回应，具体损失仍待卫星图像揭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6月中旬，乌军刚刚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火药工厂。这次空袭或显示，乌方正在形成对俄核心城市的常态化打击能力，未来数日内或将重启密集打击节奏，类似6月初的频繁袭击模式。与此同时，距莫斯科约400公里的夏诺夫哥罗德地区也遭无人机群袭击，目标直指杰尔任斯克市的兹尔亚工厂。袭击引发大火，现场被浓烟吞没。据悉，该厂涉足军用化学品、石油天然气加工及核工业相关机械工程。尽管当地媒体坚称为生产事故，外界普遍担忧此类设施被击中可能引发更严重后果。此外，图拉、沃罗涅日、利佩茨克等至少10个俄罗斯地区同样遭到不同程度的空袭，标志着乌军自6月中旬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这波行动恰逢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暂告段落，以及北约峰会召开。乌克兰显然意在通过实质性打击，再次将国际注意力聚焦俄乌战场。近日，俄罗斯后方再次传来剧烈爆炸的消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俄媒麦什报道，当地时间6月25日，位于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外贝加尔边疆区一处大型军事设施突发大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蔓延。爆炸发生在包什耶图若村附近的一处弹药库，初步信息显示，最先起火的是存储弹药的区域，随后火势蔓延至邻近的燃料仓库，导致更大范围的爆炸。据目击者称，当地一夜之间传出至少50次爆炸声，火光在夜空中持续闪耀，场面震撼，被认为是6月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爆炸事故。俄方对此回应称，干草起火是起因，但并未透露弹药和装备的具体损失。有分析指出，结合现场画面与卫星数据，这起事件远非单纯的意外火灾。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爆炸是否与乌克兰或游击力量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俄军在偏远后方的弹药设施频频发生火灾，如阿穆尔州的军火库也曾发生类似事件，而该地距离乌克兰前线超过6000公里。自乌克兰启动诸网远程打击行动以来，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击已非首次，若此次事件属人为袭击，也并不令人意外。与此同时，乌军在前线持续展开反击。在苏梅方向，乌军逐步稳定局势，并动用海马斯火箭系统精确打击俄军炮兵阵地，摧毁了一门 2S1 康乃馨自走炮和一门D30榴弹炮，被乌方称为高价值目标。此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也取得新战果，使用新型6旋翼无人机精准投弹，炸毁了一座关键桥梁，将其炸成多段，有效切断了俄军的补给线路。俄空军基地近期也遭遇多次突袭，尽管俄方尝试用轮胎等物品覆盖战机进行伪装，但效果仍遭质疑。乌克兰下一步是否会再次升级远程打击，继续复制蛛网模式，尚待观察。
乌克兰在南部战线发起新一轮空海联合打击，接连重创俄军。综合多方消息，当地时间6月25日前后，乌军在赫尔松西海岸空袭俄军前线指挥部，并在黑海击沉一艘俄军军舰，显示其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据 Astro 报道，近期赫尔松战事明显升级，俄军试图自海上再次发起登陆行动，但被乌克兰海防旅迅速拦截。乌方使用 FPV 自杀式无人机实施精确打击，向敌舰连续投下5枚炸弹，其中至少2枚命中目标，导致船体起火拼，最终沉没。从现场画面来看，爆炸威力巨大，浓烟冲天。尽管俄方尚未正式回应，但初步判断这艘舰艇为一艘小型登陆舰。这已是乌军近期在第聂伯河流域多次击毁俄军舰艇行动中的又一次成功案例，其中不乏用于运输补给的后勤船只。黑海舰队近年来损失惨重，目前保留在黑海的大多为中小型舰艇，面对乌军日益密集的空海打击，其生存空间持续受到挤压。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同步出动，对南部战区的一处俄军前线指挥部实施空袭。此次行动由米格29战斗机执行，投放3枚 GBU-69精确制导炸弹，命中目标建筑。根据战后画面，该指挥部建筑被炸毁殆尽，现场升起大规模黑烟与火球，地面弹坑密布，碎片残骸四散，显示出精准打击的高效率。爆炸发生时伴有强烈冲击波，从远处亦可清晰看到火光。此外，早些时候，乌克兰还袭击了克里米亚境内的俄军海空基地，使用远程导弹对海军港口及空军机场实施打击，再次证明乌方正逐步将打击纵深推进至俄控后方，持续破坏其补给与指挥体系。从整体战局来看，赫尔松至克里米亚沿岸已成为当前黑海战事的高烈度区域。该地区是俄军通往南部战场的重要后勤通道，一旦控制受限，将严重削弱其战斗力与后勤支援。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当前对俄海军与指挥中枢的同步打击，表明其已进入破障阶段，即通过打击俄军海空力量，为下一步的地面推进清除阻力。而乌军是否会届时发起新一轮地面攻势，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2025年6月26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19天。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战场共发生118次交火，俄军对乌军阵地和居民区实施了4126次炮击，空投80枚滑翔炸弹。尽管战斗仍在持续，但整体前线态势未出现明显变化。在北线库尔斯克苏梅边境地区，俄乌双方依然保持10万兵力对峙。而在整个乌克兰战线，总兵力超过100万的两军持续进行小规模攻防和拉锯战，未爆发大规模战役。俄军进攻力度明显减弱，从乌军歼敌数据和战术部署看，这种趋势尤为明显。尽管亲俄舆论鼓吹俄军蓄力大招，但北约的卫星与情报侦察系统未发现俄方有任何大规模集结迹象，现实更接近进攻乏力而非隐藏战力。乌克兰空军目前在多线作战中表现极为活跃，苏系战机与新部署的 F-16战机已开始双机编队作战，对俄军的指挥所、弹药库、桥梁和部队集结地实施打击。从北线的苏梅到南部赫尔松，都能看到乌空军的频繁活动。尤其是在 F-16击落一架俄军苏35战斗机后，俄空天军在战场上几乎消失。开战初期，俄方曾宣称彻底消灭乌空军，如今却轮到自己的先进战机退出空域，诸如苏34鸭嘴兽和苏35侧卫近期踪迹全无。据莫斯科华人博主补子引述乌总司令希尔斯基的消息，俄军在苏梅边境已失去制空权与制电磁权。乌军成功夺回安德里夫卡，并由第225突击团推进至距离俄边境仅6公里的尤纳基夫卡。另据角马情报网报道，26日凌晨，乌军在米罗皮利亚一线发动反攻，击溃俄军一整营，造成超60人死伤，并俘获1个排，向尤纳基夫卡推进约700米。在恰西夫亚尔方向，乌军第1坦克旅出动20辆坦克与多辆装甲车，成功突破俄军第1坦克禁卫军第4旅防线，
控制住 M04 公路入口，战术意义重大。托列斯克轴线方面，俄军集中兵力攻占了德鲁日巴西南的迪利伊夫卡村。乌军第100机械化步兵旅与哈尔科夫独立团在 T0516 公路以东展开机动防御，并在付出代价后逐步有序撤退，同时重创俄军兵力。乌军旅特突击旅也成功收复亚布卢尼夫卡村，进一步稳固该方向防线。在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乌空军精准打击俄军炮兵阵地后，第47旅城市发动强攻，收复此前失守的高地。与此同时，俄军在红军村东北方向攻占马里尼夫卡，此地战略位置重要。俄军试图打造突出部，乌军调动第72机械旅展开激烈反击。目前双方激战仍在继续。乌军24日强渡第聂伯河，成功建立桥头堡，目前已扩展至7平方公里，进一步巩固南部作战阵地。该区域的控制将有助于未来向赫尔松或克里米亚方向的进一步推进。乌克兰再次恢复对俄境内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26日凌晨，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了包括罗斯托夫、塔甘罗格、萨拉托夫与喀山在内的多地能源设施，引发多起火灾与爆炸，显示乌方远程无人攻击作战能力已日趋成熟。种种迹象显示，俄乌战争已进入新阶段。乌军在战术上实现多点突破，空军取得局部制空权，并恢复对俄境内战略目标的打击。随着 F-16 战机全面投入作战以及西方援助装备陆续到位，乌克兰或将在近期发起更大规模的雷霆反击行动。乌克兰空军近期在装备更新和作战能力方面持续增强，不仅接收了更多先进战机，还在多项军事技术上实现了突破。据彭博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当地时间6月25日正式宣布，第二批幻影2000战斗机已顺利交付乌克兰。实际上，在此前一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中，马克龙就已经透露了相关信息，并表示法国将继续为乌克兰培训更多飞行员。与其他援助项目相比，法国此次提供战机的速度可谓相当迅速和高效。在战机到位的同时，乌克兰也对航空弹药进行了升级。他们已成功将传统的500公斤炸弹改装为具备精确制导能力的空投武器，其射程已突破60公里，甚至有100公里版本已完成测试。这种改装技术与美制 JDAM 炸弹类似，极大提升了乌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公布了新型航弹打击俄军阵地的视频，从中可见爆炸引发巨大火球和浓密烟柱，效果直逼西方制导弹药。在无人装备领域，乌克兰同样有显著进展。乌军野蜂部队所使用的新型无人机已能飞行至11000米高空，并拍摄到了从前线俯瞰大气层的画面，展示了强大的侦察和监视能力。乌克兰海军方面也推出了最新型的 Catran 无人艇，这款装备具备打击1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并可在水面停留长达6天，搭载的人工智慧系统还能对目标进行持续追踪，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和灵活性。此外，荷兰宣布以象征性的1欧元价格向罗马尼亚转让18架 F-16 战斗机，这些战机将部署在当地的训练中心。该中心曾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过 F-16 飞行培训。如今，罗马尼亚的 F-16 机队数量已超过70架，成为地区空中力量的重要一环。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此前还向乌克兰直接交付了24架 F-16 战机，展现了其在对乌援助方面的积极态度。与波兰类似，罗马尼亚也承担着西方援乌物资的重要中转角色。新任总理尼库索丹更是明确表示，将坚定支持乌克兰，继续在军事和战略层面提供合作与援助。北约于6月25日在荷兰海牙结束峰会，在美国强力推动下，成员国达成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共识，将国防支出最低标准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这一决定被广泛视为北约应对俄乌冲突背景下的重大转型举措，预计将对全球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除了提升军费，峰会期间北约还宣布设立一个特别法庭，
专门用于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此次峰会不仅巩固了北约的内部一致性，也进一步体现了俄乌战争对北约战略方向的深刻影响。除了加大国防投入，北约的成员构成也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后，芬兰和瑞典迅速加入北约，波罗的海几乎完全被北约势力环绕，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地缘压力。此外，欧洲国家已加快支援步伐，英、法、德、荷等主要国家在峰会期间相继宣布新一轮对乌军援计划。如今，北约国防预算新标准的确立，将使成员国在对乌援助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财政回旋空间。与此同时，乌克兰与相关国家签署成立特别法庭的协议，意在追究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法律责任。对此，俄方迅速作出反应，发出新的警告和威胁。俄乌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显然不会在短期内平息，反而将随着北约战略重构继续升级。另外，6月2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承诺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欧洲官员向媒体透露，特朗普是在海牙北约峰会闭门会议开始时发表此番言论的。3名了解讨论情况的欧洲官员表示，在6月25日的北约峰会主要会议期间，特朗普首先对国防开支发表积极评价，并承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6月25日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宣布丹麦将成为首个与乌克兰启动联合国防工业合作的国家。此外，泽连斯基还与E5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领导人及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多边会晤。会后，六方共同发布联合声明，称将应对俄军不断升级的袭击，尤其是对平民目标的打击，加速建设乌克兰空中盾牌系统。未来重点将集中在提供拦截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的防空装备和其他高效防空系统。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上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他表示，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乌克兰都可以信赖我们。你们在谈判桌上的力量将更强，以及你们不可逆转地加入北约道路。他还强调，E5国家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已经宣布了对乌克兰新的重大军事援助，包括防空系统、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无人机和弹药。6月25日，海牙北约峰会上，北欧5国外长与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迫使俄罗斯对乌克兰停火，为公正持久的和平谈判铺平道路。该声明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北欧5国承诺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在本轮伊以冲突中，以色列是如何深入伊朗腹地的？这一问题始终牵动着外界神经。如今答案揭晓，以色列方面首次公开证实，其地面部队已进入伊朗境内作战。据耶路撒冷邮报6月25日报道，以色列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特种部队已经秘密渗透至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多个战略要地。这些地面小组为以军空袭提供了情报和坐标支援，成功摧毁伊朗的防空阵地与导弹基地，为以色列战机赢得了几乎毫无阻力的制空权。在长达12天的交火中，以色列战机在伊朗领空执行了多达1200次飞行任务，并完成了600次空中加油。相比之下，伊朗空军几乎无法升空反击，众多战机，包括 F5、F15 等型号，还未起飞便在地面被摧毁。以色列方面称其战机零损失，而伊朗却已有50多个城市遭到空袭轰炸，近30名高级将领被定点清除。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伊朗新上任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阿里·沙德马尼的身亡。虽然早在6月17日就有传闻称他已遭暗杀，但当时伊朗方面坚称其仅受轻伤，甚至声称恢复良好。如今却改口承认他伤重不治，而且他上任仅4天，其前任阿里·拉希德同样已被以军清除。这一系列行动
标志着以色列在本轮冲突中开启了战争新范式，先由特工瘫痪敌方防御体系，再发动空中饱和打击，最终实现战场主导。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此次高调宣布地面部队已进入伊朗，其背后释放的信号异常明确，这不只是军事行动，更是一种战略震慑。以色列显然在向德黑兰传递一个警告：若继续推进核计划，他们不但有能力再次渗透伊朗境内，而且下一次摧毁的恐怕将不仅仅是军用目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朗官方依旧坚称取得了胜利，德黑兰街头甚至出现了所谓庆祝游行。但这场虚张声势的狂欢掩盖得了惨重的现实吗？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